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一个，中国战狼外交改换门庭了吗？第二个是5月物价数据对中国经济的启示。第三个是美国参议院通过高科技法案施压中国。那么这3个都是重要的新闻。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号下午就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进行了第30次集体学习那么在这个会上面，在这个学习的这个会议上，习近平对大外宣提出个要求，他说：“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番话呢，就被理解为这个中国外交战线要调整战狼外交所以这个议题最近讨论的比较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人这个坎贝尔昨天在一个场合上说，过去2年为中国制造麻烦最多的不是美国，是中国自己。坎贝尔说，中国的外交部门明白他自己的政策造成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包括南中国海的人工岛礁军事化以及更强势的外交姿态那么这几年来，中国外交官在公开场合各种惺惺作态，令人侧目当然，其实最直接的并不是中国的在外面的外交官，最直接的是谁呢？外交部发言人像什么华春莹赵立坚汪文斌那么之前的好像还没有这么表演的这么尽兴这几个呢，现在表演的非常尽兴，这见人就咬逢事就骂表情极尽表演的夸张和内心的丑陋那么中国外派的外交官也不遑多让。2021年3月，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官方推特上用粗野的词汇谩骂批评中国的法国学者，引起法国朝野震惊要求这个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卢沙野自己就是这么干的2019年，中国驻瑞典大使桂重友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谈到中瑞关系的时候，抛出一句话，叫"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他在任2年，瑞典外交部召见他40多次那么2018年，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4名中国外交官闯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的办公室，要求修改联合公报，不理中国的词汇。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外长私下讲中国外交官霸凌那么现在有最新2则新闻，一则新闻是什么呢？一则新闻就是关于这个美国3名参议员那么6月6号坐这个美国空军 C-17运输机军用运输机飞到台北和这个蔡英文总统见面那么中国外交部之前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回应强烈抗议那么严正交涉，那么全程到后来呢，这个汪文斌呢就低调了就说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他在整个的讲话当中，只提美国国会有关议员访问台湾，不提美国军机降落在台湾那么国防部过了2天到6月8号才回应说坚决反对然后就是表示这是非常恶劣的政治挑衅，但是中国军方没有实质性的回应，这是第一个新闻，就是6月6号发生的这个新闻，中国官方表现得很低调不是很跳脚也跳，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回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就是有一条新闻日本国内有一条新闻讲这个日本外务省邀请中国自媒体大 V 访问日本这个参观考察。那么网友就说这是日本邀请这个大 V 为日本做宣传。这有记者就问汪文斌怎么看，他说我注意到有关报道，他说国与国之间以各种形式开展人员互访交流的做法，在国际关系实践当中相当普遍存在。那么他说我们希望通过中日间持续健康稳定的人员交流，实现增进理解、建立信任、深化友谊的目标。这个好像跟以前的这个不一样。你看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之后，中国就紧咬着日本这个排放这个核废水的问题，狂咬个不停。有机会咬怎么不咬了呢？是不是中国看是不是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正在调整呢？但你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在这个核废水问题狂咬日本，肯定是报复这个菅义伟访美啊。那么，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更需要日本因为日本跟美国关系一走近，中国就发现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中国更需要日本。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态度在转变。但这个转变的背后是什么？背后这是中国外交上的需要啊。那么包括6月6号这个美国参议员访问台湾从这个角度来说，难道他真打吗？之前吹牛之后你不敢实现不了，你也不可能够继续喊你喊不上去了。你已经喊了个最高价。这里呢有一本书可以介绍给大家。彭博社有个记者叫彼得·马丁，最近出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叫《中国的文装解放军》就穿文装、穿便装的解放军，战狼外交的形成，他就专门讲战狼外交他这么说，他这本书认为战狼外交实际上是中共的外交传统，它不是现在才有，它一直就这样。中国的外交官这些咄咄逼人的战狼行为，看上去是新的现象，但实际上是有历史渊源。这马丁说，他说1949年中国成立外交队伍的时候，总理周恩来就要求外交人员必须要有斗争精神，行动上必须像文装的解放军那么所以中国外交界一直以来的观念就是什么？中国外交官必须坚决维护中国利益，同时要让中国赢得世界的好感，广交朋友，在国际体系中构建影响力。这是一件事情两面。所以呢，有时候中国的外交官的行为像战狼，有时候他们又用友好的方式来做事情所以马丁认为，中国外交一直以来在这两种形式上切换不断的切换，要么是战狼，要么又友好那么什么形式占主导，看国际环境有关，也取决于什么？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他说，从2008年开始，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外交转向那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对他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更加自信，他觉得太牛太牛！你看国际金融危机，全世界都指着我人民币汇率我就不贬值，我一不贬值呢，我的地位就上升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因为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和领导人，当然就是习近平的政治权威而习近平想看到的是什么？想看到是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更中心的位置。所以呢，马丁在书上就说，
他说中国外交官跟随习近平的这个推动力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恐惧，一个是野心啊。那么恐惧是什么呢？恐惧当然是恐惧习近平啊。那么野心是什么？野心就是习近平自己的野心。那么你可以看到，所以呢，中国的外交人员就会采取更强硬的、更好战的姿态，来向习近平表达忠诚。所以你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好，这个赵立坚也好，这个汪文斌也好，他对外展示这种强硬的态度，甚至粗野的表达这种方式，其实最终是什么？最终是演戏给习近平看，表达了什么？我很忠诚，你看我非常忠诚。所以一方面他要向全世界展示习近平的野心，同时他内心又怀着对习近平的恐惧。所以呢，他们会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给大家送书，送什么书？习近平思想的书啊，什么治国理政啊，这种书啊，这有点像什么？这就跟40多年前中国外交官在外交场合派发这个毛主席语录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呢，中国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就不断的说习近平思想啊，那么不断的抨击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那么表现出非常强硬，一点都不软弱。那么至于说习近平提到这个塑造可信、可敬、可敬的中国形象，马丁认为，他说这也许是暗示战狼外交可能有点过头啊，至少是有点承认中国外交官最近几年表现出来的是吓人而不是可爱啊。但他认为，如果要探究中国外交队伍的建立过程，就会发现斗争精神其实是一直存在。那么这是周恩来关于外交人员是文装解放军的这个提法的本身所具有的含义。那么这个概念意味着中国外交官必须100%的对党忠诚，为中国利益而战，而且要遵守纪律啊。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制定的外事纪律有几个？第一个，服从领导啊，然后你的行动必须得到批准啊。一个是服从领导，一个是你每做一个动作、做一个行为，你必须得到批准才能做。第三个，禁止和外方人员单独见面，要见2个一起去啊。第4个就是严格遵守事先批准的谈话要点，这个谈话要点非常重要。你讲什么1、2、3、4，你只能讲这4点，超出这个范围不能讲，你只能车轱辘话来回讲，不断的车轱辘话来回讲，你不断的问，你就不断的重复。所以中国的外交人员在外交场合表现出来的非常的僵硬，僵硬的原因是什么？外事纪律，这就叫外事纪律。所以中国的外交的弱点，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最大的弱点就是难以赢得人心啊。那么这个方式，中国的外交的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好的提出要求，阐明中国的立场很清晰，因为这全部是事先准备好的啊。但是很难说服别人啊，为什么？因为这些谈话要点也好，这些观点也好，叙述方式也好，它都是针对国内观众，它不是针对国外观众。所以呢，他的很多表演有一个需求，满足一个需求是内宣的需求，所以他首先要考虑国内政治的问题啊。所以举例，杨洁篪，这个马丁说，杨洁篪的英文几乎完美，而且他非常熟悉美国历史。那美国文化、美国历史都很熟悉，所以他开始正式谈判之前呢，他很放松，甚至会讲一些笑话，很轻松啊。但是一方
只要对方一提到敏感话题，马上变脸，啪脸就翻过来，讲话声音就开始提高啊，这有点像这个在拉斯维加斯和这个布林肯他们会谈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很轻松啊，聊会儿天，因为他英文又好，然后他又熟悉美国文化历史，很容易跟对方沟通。但是，一谈到敏感问题，马上就翻脸了。所以，希拉里形容他是毫无歉意的民族主义者啊。美国资深的外交官这个韦德宁说，杨洁篪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展现魅力，又可以展现极端愤怒，都是表演，其实都是表演啊。所以呢，但是呢，他说他的这个表现其实可能是给他代表团里面其他人看，因为他们会汇报啊，这个未必啊，我觉得是主要是表现给媒体看啊。马汀认为啊，就是很多方面，中国外交官似乎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个缩影啊。那么他见过的很多外交官，掌握多国外语，甚至还幽默风趣啊，但是在记者会、在官方会议上表现生硬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就是复旦大学的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啊，就经常接受海外媒体访问，他这么说，他这么认为，他说政治局开会讲这个研究这个外宣的会议，反映了中共高层意识到中国外宣系统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没有讲好中国故事。他认为中国的外交官战狼外交是由于什么呢？由于媒体和学术界某种程度上的失声，导致了外交官扮演了战狼的这个角色。所谓的战狼的角色，他的解释是什么？就是为中国政府为辩护。他说这个媒体也好，这个学者也好，没有办法，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实现这种功能，这个功能被外交官去实现了，所以中国外交官就表现得很激进啊。那么他说，外交系统是来解决问题、化解问题，而不是激化问题。那一个正常的职能是这样，但是在中国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媒体学者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那在辩论环节啊就不能担当这个辩解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他这么理解赵立坚的表现啊。有某种程度上是啊，可以这么理解。从技术层面上这样讲也没错，但是本质上不对。我认为我的看法是什么？我看法第一，习近平提出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首先，他这段话是在阐述大外宣工作方式的这个语境当中出现，所以未必是真的批评战狼外交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说这个语境出现的，你要看这段话的出现在什么语境当中啊？它是在很大外宣的若干个工作方法中提出的其中一项，它可能是一个要求，但不一定是批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战狼外交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习近平的杰作，他曾经专门给外交部写纸条啊，要他们要有斗争精神，要有底线意识啊，这个我们以前报过。其实外交部的整个战狼形象是习近平在后面推动形成，包括这几个发言人啊，就是习近平自己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的结果。所以习近平是战狼外交的始作俑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战狼外交、熊猫外交这两个是中国外交官的两个面具，就中共外交的两个面具，需要的时候按照需要来佩戴，需要带熊猫就带熊猫，需要带战狼就带战狼，这是他的两个面具而已啊。
但它骨子里是什么？中国的外交的骨子里是政和外交啊，中国的外交不是战狼外交，也不是熊猫外交，那都是面具而已。骨子里是政和外交。什么叫政和外交？就是一个宦官带着一个船队，代表皇帝巡视四方，目标是什么？天下归心。这是中共的这个外交的核心，外交的本质。这些外交官，他们其实都是什么？宦官而已，他们本身不重要，他不代表他自己，他代表中共，代表皇帝的。所以本质上来说，他要为中共把红旗插遍全球做什么？做排头兵的啊。这是第三点，就是战狼外交的本质。中共外交的本质并不是战狼外交，是这个政和外交。第四，过去几年啊，这个战狼外交的面具摘不下来，当然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啊。那么激起了公愤。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第一，国力增强啊，经济变成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增强，韭菜看割啊，就国力增强目的是什么？不是让这些韭菜占有更多的肥料，这些韭菜是要割的啊，就韭菜看割。所以呢，外交资源很充足，的财大就气粗嘛，这是第一。第二，领导受益，然后内宣的需要。中国的外交有一半的任务，一大半的任务是干什么？是洗脑，帮助内宣洗脑用的。所以中国的外交有一半是拿来表演的，表演性质，所以也别太当真。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四面楚歌，外交孤立。外交孤立的后果是什么？平台就越来越少，舞台越来越少。所以未来的场景就是本质不变，面具频换啊，不断的换面具啊，就是这熊猫面具会多一点了啊，因为有些事情不好说了，就是走不下去了啊。所以这就是我对战狼外交的一个评价。第二，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啊，5月份物价数据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国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看待中国经济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是谁造成的？是中国政府造成的。中国政府现在因为经济形势不好，所以呢，它有一个核心的任务，它用冠冕堂皇的话叫这个引导市场预期。引导市场预期其实在经济学上面是有一个就是反馈效应，就是说当市场上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看的时候，这个市场真的会朝着这个方向走啊。所以呢，市场的预期呢，对市场的走向很重要。但是这里面有个关键点是什么？这关键点是，通常我们去引导市场预期，是这个市场在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是当它还没转，你会通过引导市场预期让它提前转或者更快的转，而不是说你下降的时候改变它的预期，让它由下降变上升。中共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呢就引导预期呢，所谓的引导预期呢，就是只负责唱好，我不管3724，我都唱好，因为大势在往下走下坡路，所以呢，引导预期呢会造成误判。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现在看不到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就因为它不断的在数据化妆修改，然后陈述的时候修改化妆，就是全部都说好词儿，全部用好词儿，所以你就很难看到真实的情况。我们现在呢，只能通过一些数据的对比，
来发现某一个现象所背后代表的含义啊，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对中国经济分析的困难啊。那我们今天就讲2个数据，一个叫 PPI， 一个叫 CPI 啊。国家统计局6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大宗商品大幅涨价的推动，国内工业品价格持续上升啊。那么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指数就是 PPI 啊，就是怎么讲呢？出厂价的指数啊，大涨了9%，这是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啊。那么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数据叫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叫 CPI。CPI 反映的是消费市场的通胀水平，只有 1.3%啊，1.3%，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市场需求疲弱，购买力不足。购买力不足呢，价格就上不去；购买力强劲，价格就可以往上走啊，理解吗？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那么 PPI 呢是什么？是工厂的出厂价在大幅上升，原因是什么？原材料价格上涨，它出产价就上升啊。那么但是这两个之间出现了7.7个百分点的差异，什么意思呢？就是工厂里生产这个产品的成本上升了9.0%啊，9.0%啊，但是呢，市场的销售价格呢，只涨了1.3%，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工业品没有办法，它的成本没有办法传递到这个市场上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大家消费能力不足，大家没钱，买不起更贵的东西。我一个早餐吃10块钱，我现在2块钱，你现在你肠粉一涨价涨到2块5，我吃不起了，我就改吃什么？改吃油条呗，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中国企业就会面临亏损，因为它成本上升了，可市场销售价格涨不起来，它的选择就是要么停产时间过长，那么要么就倒闭。工厂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工厂你养几百人，所以工厂是不能停产，工厂一停产，这厂子就会剧烈亏损，因为工厂的你工人工资还得给啊，这就是所以呢，对于工厂来说，停产可能下一步就是倒闭，而且你一停产，工人就会走掉，因为他知道可能时间不长啊，所以这种经济形势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啊，非常痛苦。那么分析啊 ，PPI 的上涨原因是什么？国际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大宗商品大幅上涨，推动了这个 PPI 的上涨啊。那么上游行业的涨价明显，其中石油天然气，这个开采价格同比上涨了99%，就基本上涨了1倍。那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还有就是石油、煤炭和其他的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这个冶炼、煤炭开采和洗煤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都涨了多少？20%到40%之间啊。那么不断的扩大，而且这个幅度在扩大，而且与此同时 ，PPI 环比还在涨，环比呢就是比上个月，同比呢就比去年同期。你比如说现在5月份数据就比去年5月，环比就是5月比4月，环比上涨就是我的涨幅意味着什么？通常环比上涨意味着下个月还会涨啊。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来讲 CPI， 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原材料的价格都在涨，全面在涨，20%到40%，甚至100%都有啊。那么原材料价格上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企业的成本在上升，这是一头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
CPI 的这个只有1.3%，就是通货膨胀。我们讲通货膨胀，通常讲的是 CPI 跟什么有关系？只有1.3%，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猪肉啊。那么5月份猪肉同比就是比去年5月下降了23.8%，可能实际上比这还要大啊，下降幅度还要大。有些地方的猪肉已经少于10块钱，单位数已经是单位数了。这种猪肉概念已经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现在很多的猪场开始，我看到过一些网上的视频，有些猪场开始残酷的残害那小猪崽儿，摔死，把那猪崽摔死啊。那跟什么有关系？猪肉价格暴跌，暴跌。那么跌幅扩大了2.4%，但是呢，淡水鱼、鸡蛋、食用油在上升啊。那么猪肉价格大幅下跌，抵消了鱼、鸡蛋等等的价格的上涨，所以呢，食品价格是由4月份下降0.7%转为上涨0.3%啊。那么这是一块，这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去年物价变动的翘尾影响。翘尾影响就是在此之前没有涨，在此之后涨起来，它就会产生翘尾，中间这个涨幅之间发生的这个变化，到这头就会发生影响。你比如说4月份到5月份，去年4月份到5月份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的情况。到了今年5月，就是因为去年已经大幅下跌，造成这个月可能是大幅上涨，这就叫翘尾啊。中国经济界把它叫翘尾。这个翘尾因素对今年的这个5月份的通胀的数据有多大的影响？0.6%、0.7%。如果你刨掉这7%的影响，那应该是多少？刨掉只有0.6%。实际上5月份的通胀只有0.6%，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讲了 PPI 跟这个 CPI 的中间的差值变成了多少？变成了8.4%。你说这工厂难过到什么地步？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为什么猪肉价格会下跌？猪肉价格下跌只有一个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由于猪肉价格持续高涨，很多地方开始盖猪场，到处都在盖猪场。以前不让盖，为什么？环保。为什么猪场跟环保有什么关系？猪粪很臭，所以环保影响环境保护，所以不让养猪啊，不让开小型猪场，只让开大型猪场。现在不仅小型猪场，微型猪场都让盖，全部都盖。所以中国的政策它朝令夕改，结果呢，以前就是甚至之前的环保政策，农民家里不让养猪，1、2头猪根本不让养。所以为什么猪肉价格暴涨？一方面跟什么有关系？跟猪瘟有关系。另外一方面跟什么有？跟环保政策有关系。环保政策令这个小型猪场不存在，或者是农民不养猪了，那得跌多少？跌很大的一个跌幅。所以现在中国的农民他没办法自己养猪的话，中国农民现在的生活成本上升。为什么？他吃猪肉都得去肉店买了，他不能够像以前一样自己养几头猪。所以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后果啊，今年还有一个情况，今年这个非洲猪瘟又起来。那么非洲猪瘟一起来，之前不是有很多猪场吗？建了新的猪场，供应量增加，猪瘟一出来，这猪场吓得够呛，使劲的卖猪，猪没长够也卖掉，所以瞬间这个市场供应一下子就跑起来，飙到天上去，那么价格就跌到这个地上来，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原因的后果就是你看吧，再过一阵子，等这些猪场把猪全给清理掉，那猪肉价格又得到天上去。这就是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啊，就这个水平啊。就是说中国人要么呢
猪肉就变成8块钱，要么就变成80块钱，就这样子啊。这个猪农现在有怨声载道，为什么？都在赔钱啊。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这个很重要。美国参议院6月8号通过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啊，这个很重要。它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投资，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啊。那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这项立法将成为美国参议员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跨党派成就之一啊，为美国在今后1个世纪的领导地位奠定基础啊。美国总统拜登对法案表示赞赏，称美国必须保持全球最具创新力和生产力的地位啊。那么这个法案实际上酝酿了很长时间，那么两党之间的幕后谈判，然后不断的修改，然后整个谈了整整1晚上，戏剧性的变化，最后是投票68比32通过了这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加大对科学研究和高科技的制造的资金投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法案授权投资1900亿美元，让美国加强这个技术和科研，并且单独批准500亿美元，增加美国在半导体和电信设备方面的生产和研究，特别成立一个15亿美元的基金，提高美国在5G 方面的竞争力，全部都是有针对性的啊。那么这个法案还需要经过这个众议院的投票通过，再交给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啊，这件事情才成。这个法案原来叫无尽的边疆法啊，这个舒默原来说他很喜欢这个名称啊，无尽边疆啊，高边疆啊，他很喜欢这个名词，但是他觉得有些人看这个名字以为是和土地政策有关系，所以就改了，就改成现在这个名字。那么我的评价是什么？我就不详细的再说了啊。我的评价有几点：第一个，美国抓住了战略重点啊，发展高科技，这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这是美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在发展高科技的时候，当然美国一直在发展高科技，美国经济转型从80年代开始转型，就转到高科技。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通过这个法案？通过这个法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发展高科技不仅只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且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国家战略，这是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法律的通过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美国的国策到位了，就是通过的市场力量去发展高科技，同时发展高科技也要国家战略，它变成了一个国家战略。那当然，美国的政策是这么实现的，就美国的政策不是政府通过一个什么意见就变成国家战略，不是的，美国需要一个政党的共识，它才能通过变成一个法律，它才能成为一个国家战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通过这个法律可以看到，这个政策将会带领美国在未来1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获得世界领导地位。为什么？2点。第一，美国现在本来就是高科技的领导地位而高科技主导什么？主导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这是第一。第二，美国加强这方面的投入，把这方面的这个行动变成一个国策，固定下来，确保这个国策的可持续性，就这2点，所以它不会变不会变，要变不容易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发展高科技并与中国开展这个科技战，策略是什么？小院高墙。我们之前介绍过，我就不详说
如果没有看过的网友，可以再往前搜一下“小院高墙”，小小的院子，高高的墙啊，就叫小院高墙，将会极大的挫败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努力。中国现在是人均这个1万亿 GDP， 不是收入啊，人均 GDP 达到1万亿美元，这就是什么？这就进入这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啊，这种水平的情况呢，你可以看到中等收入陷阱基本上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各个特征已经发生。那么中国要从这个陷阱中走出来，靠什么？靠科技。那美国一方面强化它高科技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呢，对中国深沟高墙，阻挡你啊，那么将会挫败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这是第三。第四，中美之间的科技领域会逐渐的脱钩啊，逐渐的脱钩。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情况，不仅仅是美国在脱钩，中国也在脱钩。为什么会脱钩？害怕什么？你比如说，拜登政府昨天同时成立了一个叫救火队。什么救火队呢？就是研究发现美国在产业链方面的风险。你就比如说在疫情中国一不卖口罩，美国麻烦大了。所以美国现在就很害怕什么呢？害怕中国利用产业链对美国进行攻击，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昨天这个美国白宫是成立了一个救火队啊，就是特别小组去专门研究这件事情。反过来，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在干什么？中国在研究我怎么样去和美国脱钩，我不能依赖美国。比如说芯片，比如说很多高科技领域，他在研究。我现在比如说不让这个特斯拉进这个政府部门，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就双方互相在害怕对方攻击的自己，那怎么办？他就开始减少依赖对方。所以中国这边也在减少依赖对方，美国这边在减少，那不就在脱钩？双方都在努力让双方脱钩，这个进程正在发生啊。那么也就是说，中美在科技领域会逐渐的脱钩，那么中美之间将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我们叫科技鸿沟。科技鸿沟会成为中美竞争的主要特征啊，这将会影响中美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双方的关系。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3个主题就讲完了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谢谢。明谢 Ancon， 谢谢 Patrick 长，谢谢。观点，国内媒体在提到外交部时，经常使用外交天团这一词汇，而且外交人员貌似对天团这一词很受用啊，这真的让人惊讶。天团这个词汇通常形容演艺圈的人啊，外交部被称为天团真的很贴切，他们和娱乐圈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啊。情况，坐标台湾，前阵子钢筋价格涨得很高，涨了快20%，现在有一些回落，但钢铁厂看涨，根本不用最近的报价卖，直接告诉你缺料，他们也要等下一波涨价再卖。大宗材料的通胀只会越来越高。观点，猪肉迟早还会涨回来，因为养猪的成本已经超过10块钱。国内猪肉的收储仓库需要补充，降价有政府背后操作的嫌疑。国内饲料价格并没有下降的空间，政府能操作，猪肉价格能在天上？没有。
你不要以为中国政府的在市场上一直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或者叫我们翻过来讲叫打哪指哪，打一枪出去，跑过去说我打中了，你看我就指着这里啊，所以他讲没有能力。提问：当年邓的改革开放有一定的因素，是已经到了不改革开放不行了的地步。现在随着习持续的推行强化国有化，垄断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应该不可能掩盖到习的下一任满。请问王老师，习有可能回头吗？回头怎么回呢？不，首先你要搞清楚他往前走的原因是什么，你就才能够知道他为什么会不会回头。他做习其实不是说他先做完了一任，第二任开始，改变门庭是这样，不是的。习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开始推进他的政治进程。他上任第一天做的这个政治进程和他现在做的事情是没有区别的，理解吗？只是程度不同的而已。他整个方向是没有改变过。习从上台到现在，他的政治取向没有变化过。所以你从这一点来看，他往左或者往右，或者是这个国有化，或者是社会主义等等，它是一脉相承，它不是权宜之计。如果它不是权宜之计，他能轻易回头吗？所以这一点，而且他做的金字塔顶上底下的人，这个水再上升5米，再淹死多少人，对他来说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所以你要理解他在金字塔顶上的这种心态啊，你不能够站在金字塔底下的心态啊，水又上来了啊，水又上来，不能让它再上来，什么不能让它再上来？早着呢，到他那儿。情况，我们单位是生产型企业，5月份公司老板要求出厂价平均涨价6.5%，金属产品5月份开始提出涨价，目前只搞定了31%的客户，国内客户要涨都不同意，要慢慢谈，其中美国客户最早同意，而涨价目前利润就很好，他们只在国内采购，市场全在美国。和老师节目中提到的美国经济强劲反弹完全匹配。情况，关于昨天有网友说集装箱是用来给医护人员用的，今天有视频流出我已经看到了我看到这个财新网说到那个我们之前讲在盖这个方舱医院从现在来看应该不是方舱医院，真的是给医护人员住的。这个有点这个网友说这个视频里安装人员说这是广州最新的隔离集装箱，安装在天桥底下。一个视频是安装后人员进去了，另一个集装箱洗手间铁丝网围着一个铁门外，贴上封条，一个人在抓着铁丝网望着外面坐牢。有一个视频是警察通过铁丝网的口子发饭盒，蹲下去一丢就走，像养狗喂饭那样。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之前讲的那个，就是用集装箱盖给那个原住的这个住的。我看到的是财新网的这个截屏这个拍出来的照片真是一大片真不是方舱医院，跟方舱医院不一样。方舱医院通常你一看就是个非常大规模的大平面，通常是大平面，这样效率高，放的这个床位都够多。它这个是一个一个小的集装箱拼起来的，所以应该不一样，应该是符合他们说的是给这个原住的医院医疗人员住的。但是这有点奇怪，为什么不让他们去住酒店？
现在大量酒店是空着的，你花这么多钱去盖这个，回头你还得拆，因为这块地不是永久，这临时建筑，你最后还得拆。中间应该有人有好处吧？只能这么理解了啊，不 make sense 啊！你把那钱花出去，让这些酒店住上人，不挺好吗？而且现在酒店没人，没有生意，你又另外再搞这个集装箱，要不就领导亲戚是做集装箱生意的，这个可能性就有。情况早几年回珠三角的同学开一间农家乐，他那里蔬菜、家禽和鱼都是自养自供，但就是没有猪。问他，他说早期有养，后来不批准，说太脏了。就是这样。情绪，我儿子读高一，仅仅3个月的时间，已经完全被洗脑了。他说，共产党养活了14亿中国人，如果没有共产党，他今天不可能还在上学。我说，你学费、生活费、零花钱是党给你的，我们全家拼死拼活养育你10几年，到头来还不如你口里的党。情况，拜登撤回了川普的 TikTok 禁令。OK， 提问：美国在科技领域限制中国发展，与中国式独裁体制有关系吗？我不答你，为什么？你把我们之前的视频再看一遍嘛，你就能找到答案啊。提问情况，王老师说的没错，我在国外被邀请参加使馆活动，派发习近平的书，印着大大的习近平的头像，里面是宣传习的思想、理政方法之类。我碍于面子也拿了一本，然后我看见老外拿走之后出了使馆，就笑这个书真是尴尬。你尴尬什么呀？你有什么好尴尬的呀？你跟他一起笑不就完了吗？提问：为什么中共100年只有习近平做到如此大的权力，而毛泽东、邓小平都没有做到？我建议你看前天我们的节目，我们有讲到这一点啊，要讲究有点长，就是关于习他为什么能够摄取这么大的权力的原因啊。情绪：我爸爸70岁，买了华为洗脑机，仅仅2年已经完全被洗脑。他说共产党养活了14亿中国人，如果没有共产党，社会就腐败。我想，难道他以前说的小时候大饥荒是空口无凭的？党差点饿死你，施舍了小恩小惠，你就谢主隆恩？共产党发过1分钱给你吗？除了工资以外，没有吧？怎么养活了14亿人啊？社会腐败是共产党造成的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的腐败，全世界都有腐败，但是像中国现在这样的腐败，全世界没有，只有中国有啊。观点 ：CCP 为了金钱而穷凶极恶，正是因为没有科技生产力，拆毁老百姓的房子，恨不得把天安门都拆了，90年代的集体宿舍都拆，后建一批垃圾楼，等过70年又拆又建。正是因为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导致了就业市场的糜烂。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让资金或者利润流向了一小部分体制内的人，大量的人群根本不能享受基础设施的红利，相反还要为这些路桥使用付出血汗钱。这个口号喊的有点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啊。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分成2部分来看。第一，关于基础建设搞工程，只要搞工程，中共的官员就能贪污，这件事情没有，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所以他不一定就乐于搞基建，他什么工程都想搞，只要是第一个，所以中共的官员都乐于搞项目，其中包括基础建设，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的经济增长有1/3以上的动力来自于什么？基础建设。基础建设带动很多产业，所以它不断的投入基础建设。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础建设的确是需要。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你比如说，中国出口不断的增加，那你要干什么？修码头。
修码头的同时，你要干什么？建轮船，你能把货送走。然后你从码头到工厂要修什么？高速公路，把货运过去。所以你各种各样的基础啊，修高速公路，那就桥梁等等都要建。基础建设是有需求的，但是基础建设不是说你永远都要修的，不是的。你慢慢的修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没有需求。你比如说像美国、欧洲，它这么多年的建设，它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完善了，完善它就不需要再修，需要修呢只是很少的一个增量。中国的情况也开始进入这个情况，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是什么？另外一头就是没钱了。原来中国没有积累，中国所有的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借来的，借的现在借不动了，为什么？借的债太多了，要还的，那现在还不起了，还不起你还能建吗？就建不动了。现在情况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中间涉及到贪污腐败，贪污腐败跟什么有？跟基础建设是有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就是那个搬猪肉的那个屠夫，在搬猪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把猪肉给切一点放到自己口袋里，就是这种性质。观点：基建本质是加杠杆，现在经济下行，未来杠杆会经济衰退。杠杆是什么？杠杆就是放大，就是1块钱做2块钱的事情叫杠杆，理解吗？情况7号起，德国不再有接种优先顺序，网上成功预约的同时就会得到第2针预约，并且知道会接种哪种牌子的疫苗。今天去打了第1针，休息15分钟，全程不到半个小时。对比国内家人打疫苗的情况，表弟打了第1针，2个月后，2个月过去了还没打第2针，去打第2针排队一整天没轮到的。所以打了疫苗的亲戚没有一个知道自己打的哪款疫苗。良好的组织能力和有效的疫苗是度过疫情最有效的方法。显然，国内的疫情还会持续很久。情况：昨天英国开放了25岁以上的接种疫苗，看来英国马上要全民免疫了。情况：前2天和爸爸通话得知，2周前社区给他打电话问国外的我是否打了疫苗。得知这件事情让我心里很不适。实际上，不管我打疫苗与否，都和他们没有关系。即便如此，他们还要把手伸到几千里外的来掌控我，感觉不论我去哪里，都摆脱不了他们的阴影。这就是那个谁啊说的啊，我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共产党都要想办法控制你啊。而且他做这件事情极尽极致之能事，他为老百姓服务从来没这么过。但是为了控制你这件事情，他想的是真周到啊。情况：集装箱主要给医务人员住的，因为酒店一般是在居民区附近。现在广州各区的居民对于隔离人员和医务人员抵触的很厉害，花都很多酒店门口都堵着人，所以才这么安排。OK。情况：我母亲前段时间极力让我帮她买华为，而且到线下门店去咨询。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和解释，我母亲总算放弃了华为手机，选择和我一样的三星，总算松了一口气。OK。提问：我不理解周围朋友为什么房子拆了还拥护他，爷爷被斗死还说他好，事事求人还喊好，彻底洗，没有共同语言，苦恼怎么办？我都说了，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真的是支持他，有可能是恐惧啊。跟你通话是被监控的啊，你用读微信嘛，微信说什么谁都知道，共产党都看得见，所以他不方便说啊，他有可能是这种。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你凭什么说我们中国不好？你说中国不好，我不就挨你一头吗？我为什么要挨你一头？我就得说中国好，说中国好，我跟你心理上我有个，至少我不会挨你一头，我甚至会高你一头，这是一个对抗心态。中国人现在都是对抗心态，所以你不要以为它是真的是这样，有是真的是这样，但不全部都是。
观点，前一阵子习在博鳌论坛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当时就想，习把管辖范围从人类扩大到人和自然界了。今天突然想通了，管辖人与自然不是习的首创，因为毛时代就有除四害，学生被要求到学校教老鼠尾巴、麻雀脚和苍蝇。我当时把家里的火柴倒出来，用空火柴盒装拍死的苍蝇交去学校。爸爸因为没有火柴盒，没办法用火柴点火，还把我暴揍一顿。这件事情记忆犹新。观点：美国国会重新肯定对高科技的发展。再过2周，参议院会聆听关于 UFO 的报告，看来接下来科技会备受重视，应该会有突破性的进展。我又忐忑又期待。观点：江泽学生抗议不涉及思想解放或者是制度改变，不能成为学潮，只是一般群聚性维权。但当局杯弓蛇影，害怕民众聚集，已经开始出文件拆散社会各个组织，分而击之。警黑治国，红色江山代代传。OK， 明谢 Happy。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